大家好，我是13N，没错，我就买了这台 Daytona 675R。那这是一台没有挂牌的仿赛，你可以从后面看到，它还没有车牌。那这说来话长啦，这台车呢还没有注册在加州，它是 Nevada 的车子，就是内华达州隔壁州的车子。那车主买这台车的时候，他没有去注册，人家直接就拿去跑赛道。没有错，这是他的赛道用车，但他骑没有几次，因为这台车非常新啊，这台是2017年的 Daytona 675R。其实仔细看也看得出来，部分零件都是非常的新。那我看看他跑了多少，对啊，才跑1000迈而已。那坦白说，我买这台车呢，是有一点像是一个赌注啦，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别州买车子，所以我不知道说要注册在加州的话，有需要什么样的规定，要怎么样去处理。那这大概是我买过最接近新车的摩托车了，因为还没挂牌嘛，所以如果注册之后呢，法律上来讲呢，我是他的第一位车主，光想要这点，其实自己就还蛮兴奋的，因为我没买过新车嘛。那会买这台车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之前常常带 Street Bar 上赛道，然后我后来去跑了，那我后来去试骑了 RC4 仿赛，那就有激起我以前那种骑仿赛的感觉，你知道吗？那当然我也知道，像买这台车在赛道上骑的话，心理上一定会有些压力，但是它就是个爽车。怎么说呢？就是我再去赛道，也许我不要去拼很硬，但是我骑起来，所有的配件配在一起，就是骑起来很爽的爽车。前面是 Öhlins Next， 后面是 TTX， 然后前后都是 Brembo。其实买这台车回来，就是我也不用处理什么，我也不用改什么，我就骑，就是专心的去骑它，好好享受骑车的快感。当然，因为我还会在路上骑这台车，所以我必须要去挂牌了。那说到这个前车主呢，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有趣。所以车主在 Las Vegas 买这台车之后呢，他就直接骑去北加州，然后就上赛道。因为刚买车要注册需要时间嘛，所以有点灰色地带。刚买车的时候还是可以在路上骑。那如果警察问的话，他们可能就因为刚买车没有关系，他们也不会特别去抓你什么的。所以他就直接骑到北加州放到他朋友家。当你看到一台车，然后他是朋友在帮忙卖的时候，通常你就要特别小心的，因为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这台车 O 不 OK， 因为别人转卖有没有问题。尤其这台车并没有 title， 他没有注册在加州，所以我就说这是个赌注。好，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那时候去看这台车的状况。哇，这雾真的很大。Alright, Daytona 675R. Okay. Alright, so I'm just gonna go up and down, okay? Okay. Just careful when you. Yeah, I'm not gonna do anything, okay.本胎是 Slick 光头胎，然后现在又天气非常不好。Okay, hold on. Brake's good. Rear brake is super tight. Yep, ABS is working. Quick shifter is working.
这台车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比 Street Triple 还要窄一点，因为它造型的感觉吧。这是 super aggressive。哦，现在就是雾很大，太阳好不容易要出来了。好。没有挂牌，没有方向灯，是在附近绕道。Damn! Oh my god, okay. My rear slid, that was stupid of me. 才到4000转而已，后面就打滑 fishtail。这种人他真的是要完全热起来，要抓地力。现在这种情况完全没有。看，如果4起摔车就直接会成交了。Has the rear brakes always been this stiff, like super stiff? Or Yeah, it'll be super stiff. yeah. Can you hit the brake light? Okay, that's what works. And the rear brake as well. This one's not hooked up. Oh, it's not hooked up. Okay. Is it? Which one is it? Is it this one? Oh, okay. Dunlop. 这什么轮胎啊 ？KR451。我们自己是没有听过，我对 Slick 没有了解。我刚刚随便这样转弯就直接滑出去。对，就是差一点就当天喝成交。不过我后来也是决定要买这台车啦，所以不过那时候因为它前车主是完全跑赛道，然后它配的是完全的光头胎，那时候是 Dunlop 的。那你现在看到的时候已经换成 Bridgestone 的 RS10。那我其实已经把要验车要上路的东西都装回去了，因为我明天就要去验车，就要去检查，然后看可不可以成功注册在加州。所以你从我口气可以听得出来，我今天晚上其实有点忐忑不安，有点兴奋，又有点紧张。如果你今天买一台车没有挂牌、没有注册，然后又是外州的车子的话，基本上90%的人就不会看这台车了，因为后续还有很多处理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注册这台车去检查什么的，那或者是可能怕说买回来说，不能挂牌出一些问题。那我这次愿意去下个赌注，就是因为我跟卖家有个协议，那在30天之内，如果有任何问题，比如说车子的问题啊，或是我不能注册这台车、不能挂牌的话，他必须要把这台车买回去。那所以我必须要在这段时间赶快处理这台车。没有加州牌这件事情已经够让人紧张之外，这位卖家他又不是住在这边的人，他是住在西雅图，这也是另外一个 red flag。也就是如果你要买二手车的话，通常这些车你都直接，像过去我买二手车的时候，这些车我会直接跳过。但我想说，就借由这个机会，刚好也拍影片跟大家分享，说这整个过程，看可不可以成功把这台车注册在我名字下面。那我为什么会想要相信这个卖家呢？其实是因为，我跟朋友聊过之后，然后也跟卖家分享过他的资讯、个人资料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卖家他是一个 CEO， 是一个治安公司的 CEO， 在西雅图，那非常的有钱的一个人。这是他4台中的其中一台 Daytona R， 他夸张到他在不同的州有不同的 Daytona 都只跑赛道。那会卖车是因为他现在把车全部升级成 S1000RR， 所以他把675R 就是整批卖掉，在不同州就一个个卖这样子，听起来很扯的，我也觉得很扯。但是我查了他的资料，然后他的名字跟他地址，果然核对，他是某某公司的 CEO。那这台车我入手价钱其实非常便宜，低于市价很多。除了因为前面那些问题，就是没有挂牌，像没有人敢买之外，再就是它其实有在赛道上有轻微的转倒过。那在这边有磨到，然后还有这边有磨到。我看的时候都是外伤啦，是主件上没什么问题。他脚踏后也有改，是因为原厂人那时候在倒的时候有一起就是凹到有折断，所以他就一起换掉了。那这台车啊，全新的话呢是大概美金13000，那加税才14000左右。好，那我接下来有一小系列影片呢，就是讲说我拿这台车，然后所谓的逆改企划，就是把它变成原厂可以去验车的样子。那短短的几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